神秘众神岛第16集神殿的秘密，我至今仍记得那一瞬。当白石龟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古老卷轴，低声揭示出众神之岛最隐秘真相的时刻，仿佛时间在那刻凝固，而我的心也随之跳动得异常急促。那段古老预言既充满惊世秘密，又隐藏着无法预见的危机，让我知道我们已走进一个改变命运的深渊。我是高坂加八，如今我们终于踏入了传说中的神殿深处，这里正是众神之岛最核心秘密所在。神殿内部宏伟壮丽，墙面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古老的符文与壁画，每一笔每一划都在低语著那不为人知的历史。我的目光在这古老艺术与神秘文字间游走，心中充满疑惑与期待。白石龟佑在一旁提醒道：“大家小心，这里隐藏着许多陷阱和未知的守护者。”他的声音中透出谨慎与严肃，我能感受到他对这股古老魔法力量的敬畏。我们沿住大厅中央那一列沉重的石阶前进。石阶的尽头矗立着一扇巨大的石门，门面上刻满了错综复杂的符号与图腾，散发着微弱而神秘的光芒。白石龟佑仔细研究这些符号，点了点头后低语说：“这扇门正是通向神殿核心的入口，唯有破解这些符文的奥秘，才能将它打开。”樱井佳期与白石龟佑携手对符文进行详细分析，而我与佐仓圣吾则一边警戒一边环顾四周，心知这里必定潜藏更多危机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白石龟佑终于找到了解开符文的关键，一组古老咒语的正确激活顺序。他突然大喊：“就是现在！”随着他按下最后一个符文，石门表面顿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，随后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，缓缓向两侧分开，露出一条通往更深处的幽暗隧道。佐仓圣吾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他紧握武器，领先走在前头。我们沿住这条隧道前行，隧道幽深且寂静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石壁间回荡，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古老气息的扑面而来，仿佛每块石头都记录着曾经的辉煌与灭亡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宏伟的大厅。大厅四周的壁画以精美的笔触记录诸神殿的历史传说，而大厅中央矗立着一块高耸的石台，上面静静放着一卷古老的卷轴，散发着微弱而温暖的光芒。樱井佳期低声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白石龟佑俯身细看后说：“这卷轴记载了众神之岛的真正历史和秘密。”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与敬畏的光芒。我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快告诉我们，他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白石龟佑指着卷轴上那宛如活物般流转的符号，声音低沉而紧张：“这座岛其实是众神联手封印一股来自异界的毁灭力量而建立的。这股力量足以摧毁一切，但众神选择将它封印于此，即由神殿守护整个岛屿，防止它重现。”樱井佳期眉头紧锁，轻声问道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否有责任守护这个封印？”白石龟佑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们必须确保这股力量不落入邪恶之手，保护封印的安全是我们的使命。”就在我们沉浸于揭开古老秘密的兴奋之中，大厅四周突然亮起一道道强光，随后一群守护者迅速从暗处出现，手持利刃，目光冰冷而凶狠。他们正是神殿的守护者，显然被设计用来阻止外人擅入这禁地。佐仓圣吾大喊：“准备战斗！”随着一声令下，战斗在瞬间爆发。守护者们动作迅捷，攻势猛烈，而我们凭借之前的训练与默契，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白石龟佑挥舞着魔法杖，施展防御咒语；佐仓圣吾凭借精湛的剑法奋力抵挡；樱井佳期则灵活穿梭于敌阵中，寻找攻击的缝隙。而我则在混战中保持冷静，努力寻找战局中的转机。经过一番激烈的鏖战，我们终于击退了所有守护者。虽然每个人都满身伤痕，但胜利的喜悦让我们心中燃起了无比的坚定。白石龟佑喘着气说道：“我们做到了。”我点头回应：“现在我们必须找到封印的真正位置，确保这股力量永远不会被滥用。”就在此时，当我们正聚精会神研究大厅中央的石台与卷轴时，佐仓圣吾突然发现石台底部有一道细微的裂缝，似乎隐藏着另一个密室。白石龟佑蹲下来仔细检查，那裂缝中竟流露出淡蓝色的光芒，与封印力量的气息不谋而合。樱井佳期的语气顿时变得急促而紧张：“这或许就是众神所封印的核心之所在，我们必须立即加以保护。”我心中猛然一震，低声道：“这不仅仅是一个秘密，而是关乎整个岛屿命运的关键。如果这力量失控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就在我们准备动身进入那隐藏密室时，墙壁上突然浮现出一行古老的预言文字，语气冰冷而严厉，仿佛在警告住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巨大灾难。那预言中提到，唯有坚守信念与团结之力者，方能稳固封印。若心生贪念，将唤醒毁灭之源。
站在这充满未知与危险的神殿深处，我的心中既充满希望，也沉甸甸地压着责任。这座神殿的秘密远不只是古老文明的历史记录，更是守护着一股毁灭性力量的最后防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驻团队低语：我们必须保护好这封印，这将决定整个岛屿，甚至我们的未来。而在那逐渐暗淡的光芒中，似乎有一道冷冽的目光正从古老壁画中注视着我们，默默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的抉择。神秘众神岛第17集力量源泉，我至今难以忘怀那一刻。当神殿深处的石碑突然迸发出耀眼光芒，仿佛有神奇亲临，将一股温暖而无比强大的力量注入我们体内。那一瞬间，我心中既充满希望，也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，仿佛在预告住未来将面临更深层的挑战。我是高坂加八。经历无数艰苦考验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神殿最深处。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与威严的空间，四周环绕着古老壁画与刻满符文的石台。石台中央那座巨大石碑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隐约透露出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。正如白石龟佑地狱所说，这里就是力量的源泉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石碑，樱井佳期好奇地问道：这股力量就是众神封印的力量吗？他的眼中闪烁入敬畏与探索的光芒。白石龟佑点头说道：根据卷轴上的记载，这座石碑封印住来自异界的强大力量。众神创造这座岛屿，正是为了守护这力量，不让它被恶意利用。正当我们凝神感受那股强大能量时，神殿内部突然传来一阵低沉震动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邪恶而压迫的气息。佐仓圣武警觉地喊道：黑暗势力来了！他迅速拔出武器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。随着震动声越来越强烈，一群身穿黑色盔甲的敌人从阴影中悄然现身，他们眼中闪烁着贪婪与邪恶的光芒。为首的黑暗首领冷笑住说：这就是力量的源泉，终于找到了！我大声喊道：我们绝不会让你们得逞！握紧武器，我们迅速组成防御阵型，准备迎击这突如其来的威胁。战斗瞬间爆发，剑光与魔法交错，火花四溅。白石龟佑与樱井佳期分别在石碑前布下保护咒语，阻止黑暗势力接近力量源泉。佐仓圣武则在前线以惊人的力量抵挡着敌人的进攻，而我则在混战中奋力寻找攻击的时机。白石龟佑焦急地说道：这些敌人似乎知道如何破解封印，他们的攻势非常凶猛。佐仓圣武大吼：我们必须坚守住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石碑。我们与黑暗势力缠斗不休，每一秒都充满危险与紧张。就在战局陷入僵持之际，石碑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整个神殿瞬间被强烈的光线所照亮。白石龟佑惊呼：力量源泉启动了！那股温暖而强大的能量瞬间倾泻而出，流入我们每个人的体内，感觉如同众神亲自赋予我们无尽勇气与力量。我大声喊道：这是众神的祝福！随着这股力量加持，我们重新集结，发动了猛烈的反攻。在我们的奋力反扑下，黑暗势力节节败退，最终在那耀眼的光芒中被彻底击溃。黑暗首领面露惊恐，最终在一片光辉中消失无踪。樱井佳期激动地说道：我们成功了！眼中满是泪光与感激。白石龟佑则稳重地说：但这仅仅是开始，还有更多挑战在等待着我们。佐仓圣武擦拭着满手血迹，坚定地说：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保护这力量的决心。然而，就在我们以为黑暗已被驱散之际，当那股神圣力量逐渐稳定时，我却在石碑下方的墙面上发现了一行细小却清晰的符文。那符文竟与我们之前在卷轴上见过的预言文字相吻合，其内容意味深长。当锋利的光芒降临，真正的试炼方才开始。我低声喃喃道：难道这神殿的秘密远不止我们所见的这股力量？白石龟佑与樱井佳期对视一眼，眼神中既有疑惑又充满戒备。佐仓圣武则紧握着剑，脸上写满了沉思与警觉。站在力量源泉前，我们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，但同时也明白，这股力量不仅是众神赋予我们的祝福，更可能隐藏着一个改变整个岛屿命运的秘密。我低声对团队说：我们必须守护好这封印，防止它落入恶人之手，但同时也要准备迎接未来那可能更大的试炼。在那强烈的光芒中，我彷佛看到了黑暗与光明交织的未来，预示着我们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而就在黑暗消散后，墙面上那行符文再次闪烁，似乎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不祥的预兆。真正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难以掌控，命运的天平正等待着我们做出抉择。神秘众神岛第18集黑暗势力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好像整个世界在某一刻全部静止了。我就是高坂加八，至今还清楚记得那晚神殿内的惨烈战况。而如今，我只能倒叙回想起那段难以置信的经历，回
回到那一刻，那晚的神殿灯火摇曳，阴影斑驳，墙面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空气中夹杂住硝烟与血腥味，每一步都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敲打着命运的钟声。正当我们刚刚击退了第一波黑暗势力时，心中那股微妙的不安，却像台湾最近热门的话题突然翻盘一样，随时可能颠覆一切。伙伴们，这只是开始了。白石圭佑那句平日里总带着些台味幽默的口吻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。他边说边挥汗如雨，额头上的汗珠在烛光下闪著微光，真的是连空气都跟着我们的节奏颤抖呢。佐仓圣武紧握着他那把沉甸甸的长剑，眼神里充满警觉与期待，语气里不时夹杂住一点台湾式的直白。咱不可以掉以轻心啊！樱井佳期则忙住翻阅那本发黄的古老卷轴，语气低柔却充满智慧。这些符咒确实能加强咱们的防御，不过说真的，我们还需要更多力量来面对那未知的灾难。就在我们拼命守住那围绕着石碑、象征住力量源泉的防护结界时，外面传来一阵低沉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震动声。那感觉就像最近网络上疯传的那些惊悚电影预告，让人心里直打鼓。他们来了！佐仓圣武尖锐地喊出，声音中既有恐惧也有挑衅，立刻拔剑迎战。战况瞬间白热化，黑暗势力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涌现，彷佛黑夜里无数尖锐的阴影齐聚一堂。而那个站在最前头、眼中充满邪气的黑暗首领，冷笑住宣告：这次咱们绝不再让你们轻松过关。他的声音像冰冷的钢铁，直逼人心。我听着心跳砰砰作响，感觉整个身体都被那种激烈的战意牵动。白石圭佑边施展着手中的防护符咒，边大声喝道：石碑不能让他们靠近。每一道符咒犹如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，划破黑暗。佐仓圣武则大吼：保护力量源泉！挥剑斩击，连连逼退来犯之敌。就在我以为情势似乎逐渐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时，神殿内突然爆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那光芒彷佛带有众神的神秘气息。一瞬间，我们全身都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。白石圭佑惊呼出声：这就是众神的力量！他的声音中充满震撼与敬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喊道：我们绝不能放弃，这股力量给了我们翻盘的希望。在那股神秘力量的催动下，我们重新集结，发动了一波强烈的反攻。黑暗势力在我们的反扑下节节败退，仿佛被无形的手推向绝路。而那邪恶的黑暗首领则在一片闪烁的光芒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战斗结束后，大家一时之间只剩下喘息与心跳的回响。樱井佳期激动地流着眼泪，轻声说：我们真的成功了。而白石圭佑却依然镇定，他冷冷地回道：这只是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挑战在等着我们。佐仓圣武沉默片刻，语气低沉却坚决：如果我们连这股力量都无法守住，整个岛屿的命运就真要改写了。然而就在大家还在为刚刚的胜利庆幸时，我的目光无意间落在石碑边缘，那里竟然隐隐约约浮现出一道细小却又古老的符文，正是我们在卷轴中反复提到过的预言。那符文低语般传来：当黑暗席卷而来，唯有真诚与团结者方能守住光明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猛然震动，彷佛所有的因果都在这短短几秒内迅速凝结，无法抑制地提醒着我们，这次的战斗或许仅仅是更大风暴的前奏。真相的揭露。就在我们以为黑暗已经被彻底击退，胜利在望之时，一个不曾预料的变故悄然而至。站在力量源泉前，我脑中回想着那道神秘符文的低语，却也同时感受到内心一阵说不出的寒意。当我正细细品味这一切时，突然听见了一个若有若无、带着轻蔑笑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恭喜你们，终于通过了试炼。我猛地转身，只见一道身影缓缓从阴影中现身。他身穿古旧的神袍，面容模糊，却又难以忽视那股难以言喻的威严。白石圭佑与佐仓圣武同时露出疑惑的神情，樱井佳期更是呆立当场。那人开口道：你们以为打败外在的黑暗就能赢得整个战争吗？真正的考验其实一直都在你们心中。我只觉心头一紧，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难道我们刚刚经历的只不过是众神为了测试我们团队是否真心团结，是否具备承受更大挑战的试炼？这难道就是那一传闻中的神秘审判？他继续说道：未来的路上不仅有外在无法预测的危机，更有你们内心中那些不敢面对的恐惧与矛盾。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这座岛屿的命运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身影竟突然化作一团炫目的光芒，随后便消散在神殿的深处，只留下我们一众人员面面相觑，心中满是疑惑与不安。那晚之后，虽然黑暗势力暂时退散，但我的心里却久久挥之不去那声音的回响。这场战斗，这股神秘力量，究竟是神明对我们的试炼，还是另有更深的阴谋？而我们是否已准备好面对未来那些更为残酷的真相？站在如今安静下来的神殿前，我心里只剩下一句话反复盘旋：未来的路究竟该如何走下去？也许答案早已隐藏在那道古老的符文之中，
等待着我们去揭开那层看似平静却充满波涛的迷雾。读者朋友，你们觉得这场看似胜利的战斗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真相？未来的试炼又将如何翻转我们的命运？不妨跟我一起拭目以待。感谢收看本集动画《燃情冒险启程》，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，每周全新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，共享感动与惊喜。现在出发，拜拜。